谁来救救这个可怜的男人？他被抓入敌营，百般折磨，敌人拿着刀威逼利诱，他却一脸淡定，毫不畏惧。因为这样的折磨远远比不上被同胞抛弃的痛苦。他叫兰博，是一名战功赫赫的老兵。此时的他却沦为了阶下囚，因为在上一部中，他遭小镇警长百般羞辱和刁难，甚至被关入大牢。盛怒下，他发起反击，以一己之力打伤了整个警局，后来被判入狱服刑。这天，曾经的上校找到他，让他重返越南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只要任务成功，就可以得到特赦。兰博听后答应了下来，毕竟世界那么大，他也想去看看。很快，他被送到亚洲一处美军基地，可这次很奇怪，不是上校给他任务，而是一名叫木木的政客。他告诉兰博，这次任务很简单，就是去一座无人的战俘营侦查，证明那里是没有美军战俘的存在，还给他展示了各种高端科技。貌似整个小组都是为兰博的行动服务，还重点强调只要拍照带回来即可，切不可跟人交战。尽管兰博心有疑虑，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简单的收拾好装备后，兰博便出发了。可他心里感到一丝不安，因为政客说的话漏洞百出。他告诉上校，果然任务一开始就不顺利。兰博在跳伞时被勾住了，巨大的气流随时能把他撕碎，他只能割断绳索强行跳伞，勉强落地后相机却找不到了，因为时间紧迫，只能按原计划进行。兰博顺河而上，穿过茂密的丛林，总算是和当地的县人阿宝接上了头。两人随后来到湄公河附近，阿宝拿出一沓钱递给面前的船老大，简单交涉后，两人便坐上海盗船出发了。傍晚时分，他们抵达了战俘营附近。根据政客之前的情报，战俘营应该是空的，可照目前情况来看，战俘营不仅有人，恐怕比你住的小区还多，就差没有出来跳广场舞了。兰博让阿宝在外面望风，自己则悄悄摸了进去。进去后发现，这里不仅有战俘，而且还不少。美国大兵个个骨瘦如柴，被关在猪圈里喂老鼠，不远处还吊着一个。兰博知道一下子救不了那么多，便打算先救走吊着的这个。他趁着夜色救下那名俘虏。就在两人往回撤时，却被巡逻的越军发现。兰博一个飞刀过去，迅速解决掉敌人，又用弓箭干掉了守门的一个。之后，三人趁着夜色逃出了营地。天刚蒙蒙亮，越军就发现了守卫的尸体，这才知道有人闯了进来。他们立刻集结部队，对闯入者展开了搜捕。兰博三人则逃到了河边，坐上了来时的海盗船。可没走多远，敌军也赶了过来。在看到海盗船后，队长便打了一通电话。机警的兰博发现前方有巡逻艇正在快速靠近，而此时海盗们也拿枪对准了他们。原来海盗早就出卖了他们。兰博趁他们不注意，迅速干掉了身边的菜鸟，又抢过他们手中的枪，不到1分钟干掉了所有海盗。可这时巡逻艇上的机枪也开始扫射，阿宝带着战俘跳进河里，兰博则爬在船板上躲避着敌人雨点般的扫射。等敌人换子弹时，兰博则抄起船上的火箭筒，一炮就将对方炸得粉身碎骨。而兰博则在两船相撞的前一刻飞身跳入了河里。刚解决掉水上追捕，陆地上的敌人又追了上来。考虑到阿宝的安全，兰博让他先行离开，自己则带着战俘前往事先约好的接应点。而敌军不断用迫击炮轰炸，兰博拉着战友在水田里艰难前行。好在这时接应的直升机正好赶到，机上的雇佣军用机枪疯狂扫射，本以为这次可以安全撤离，但政客在听到兰博救了一名战俘后，当即取消了救援任务。尽管兰博极力呼喊降落救人，可直升机上的是雇佣兵，他们拿钱办事儿，只服从政客的命令。虽然上校极力反对，但面对枪口，上校也无能为力。此时的兰博气得想骂娘，他就这样被抛弃了，活生生的被敌人给俘虏了。原来越南抓了2500多名美军俘虏，逼着美利坚要40亿的战争赔偿。而政客们事先得知这座战俘营空无一人，这才派兰博去拍一些没人的营地照片，然后跟国内说战俘都被敌人处决了，这样1分钱也不用给了。但让政客没想到的是，本该没人的战俘营却格外热闹，还被兰博给救出了一名。如果兰博带着战俘回国，那他们的算盘就白打了，所以在中途撤销了营救任务。这下兰博可就惨了，他被浸泡在粪坑里，直到一群苏联士兵的出现，才将兰博带到了审讯室。苏军长官让兰博联系政客，告诉他自己已经被捕，并承认此次的间谍行动。兰博当然是不愿配合，为了逼迫兰博合作，苏军先是用电刑折磨，
又用军刀在他身上动刑，还把截获的情报念给他听，说出了美军拒绝营救战俘的真相。但兰博依旧是软硬不吃。苏军恼羞成怒，准备将一把烙红的匕首插入战俘眼中。兰博不忍看战友牺牲，只好假意答应对方。在兰博和基地通话时，看到了地板下潜伏的阿宝。等郑克接通后，他只说了一句话 I'm coming to get you。 说完便拿话筒砸向了苏军，下面的阿宝也随即开枪，自己则拿上军刀跳窗而出，又在外面干掉几个敌人。在和阿宝的配合下，两人且战且退，一路杀了出去。越军和苏军倾巢出动，对两人展开了搜捕。虽然上有飞机，后有追兵，两人还是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摆脱了追踪。天亮后，逃到了一处安全地带。有了这过命的交情，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。别看兰博这小子平时憨憨的，泡起妞来还挺机灵，还说要带阿宝去美国生活。但他这种想法，卡梅隆第一个就不同意。阿宝刚一冒头，就被追上的越军打成了筛子。兰博愤怒端起 AK 疯狂扫射，好不容易找到爱情了，却只维持了1分13秒。此时的兰博怒火中烧，他戴上阿宝的项链，走上了复仇之路。此时的他孤军奋战，他像个幽灵一样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不少士兵成了他的刀下之鬼，剑下亡魂。接着他又跑进了居民区，不要问为什么刚才还在下雨，现在就天晴了。看破不说破，跑着跑着，他看见一只鸡和一些汽油，顿时心生一计。他故意将鸡血抹在芦苇丛上，把追来的士兵引到了芦苇深处。当他们看到那只死鸡和空的汽油桶时，一切都完了。兰博早已爬到了高处，用自制的火箭弹引爆了整片芦苇丛。这还不算完，兰博又用火箭弹炸毁了苏军停在路边的卡车，慌乱的士兵只能胡乱开枪。接着，兰博跑到一处瀑布下，那名杀害阿宝的小队长突然朝他开枪，但手枪射程有限，站在那儿给他打，他也打不中。兰博则冷静地掏出弓箭，一箭射爆了这个夺走他爱情的家伙。可这时，苏军的直升机又开了过来，还丢下一枚炸弹。兰博赶紧往深水坑里跳，身后就是爆炸的气流。接着，苏军又朝水里疯狂扫射。等他停下查看时，兰博就从水里一跃而出，将那名士兵给拽了下去。随后和苏军壮汉厮打起来，两人一番缠斗，兰博抓住机会，一把将壮汉丢出了直升机。飞行员看情况不妙，自己主动跳了下去。兰博连忙拉起失控的直升机，朝着战俘营飞了过去。他先用火箭炮狂轰滥炸，又用机关枪对着敌人疯狂扫射。干掉大部分敌人后，他将飞机降落，抄起一把笨猪就杀了过去，然后打开战俘营的门锁，将所有战俘全部放了出来。在他的火力掩护下，所有战俘纷纷上了飞机。可这时，一名苏军却突然爬了起来，用枪打死了一名战俘。兰博见状，立刻开枪将其打成了筛子，然后驾驶直升机飞往基地。可在半路上，苏军长官驾驶着武装直升机追了过来，还朝他们发射了火箭弹，并用重机枪进行扫射。兰博则驾驶着飞机蛇形走位，努力地摆脱苏军的攻击。一名战俘拿起了机枪和美军对射起来，对方的机枪手竟然被他打掉了。尽管如此，对方的装备依旧碾压他们。兰博的飞机很快就被击中，机尾已经冒出了白烟，飞机也在空中失去控制。兰博努力控制住飞机，再度向前方飞去。苏军长官随即又发射一枚火箭弹，却不幸在地面爆炸，浓烟和火光顿时挡住了他的视线。等他找到兰博时，发现他们已经迫降在了溪流中。苏军将战机悬停在他面前，正当他要按下火箭弹的发射按钮时，假装昏迷的兰博突然起身，随着一声巨响，苏军战机被炸个粉碎。兰博和战俘们则死里逃生。随后，兰博驾驶着摇摇欲坠的直升机，成功将战友带回了基地。基地的美国大兵兴奋地出来迎接这些战友，兰博却拿起了那挺笨猪，径直来到了作战指挥室。他对着那些高端设备就是一通扫射。之后，他找到了那名政客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然后狠狠地把匕首插在了桌子上。影片的最后，上校试图挽留兰博，但兰博说出了军人的心里话 For our country to love us as much as we love it。 话语虽短，却很有道理。随后，兰博独自离开，走向了下一个未知的明天。这部1985年上映的《第一滴血2》，因为有了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做编剧和指导，整部剧情看得很紧张，节奏也不错。即使过去了30多年，如今来看也很精彩。特别是女主阿宝的加入，让这部硬汉电影更加亮眼。片中的阿宝还收获了金酸梅奖、最差新人奖。但阿宝的表演真有那么差吗？你们觉得呢？
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到这了，喜欢的一定要点赞加关注哦。下一期咱们接着讲兰博的故事。